Hello，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今天是我们澳洲打工度假苦难角的第2集，然后今天我们这一集呢，就会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啦，我们在这个苦难角的衣食住行是怎么解决的。那现在我先讲一下我们住宿的这一方面的部分啦，然后接下来珀里会讲一下伙食，然后第3个部分我们会讲一下我们是怎样子去拿到信号的，好啦，我们被安排住到一个小木屋里，然后那个小木屋里面，我们开门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它有3个那个bunk bed 啦，就是那种双层的那种床铺，然后1张单人床，但是呢，只剩下一个双人床，就是那种双层upper bunk bed 双层床的 upper bunk bed 是available， 还有一个 single bed 是 available，然后由于我和珀里是没有睡过这个上下铺的习惯，就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是没有啦，但是我跟 holiday 都有住，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如我自己睡那个 upper bunk bed 了，然后他去睡单人床。去到房间的时候还不知道谁会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晚上了啦，要睡觉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原来你的 roommate 是有谁，然后才跟他们打招呼。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房间里面住着5个不同国家的人，包括马来西亚啦，里面有德国人西班牙、智利，还有英国人。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木屋里面度过了3个月的时光。关于伙食的部分呢，它早餐其实是免费的。然后据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说了，我们需要做工4个小时才可以换取免费的食物，对吗？那免费的食物其实就是指的是午餐跟晚餐，所以我们每天做完工的时候，就在每一天会有一个指定的时间，我们会去跟我们的雇主就是领餐券啊。然后我们每天要点餐之前，我们都要交上我们的餐券，这样早餐你就可以拿到 toast and cereals 啊，还有一些的那些热饮 ，hot chocolate，hot chocolate， 还有 coffee。然后，如果你想要吃特别一点的早餐，就比如说，好像那些 big breakfast 啊，还是你要 pancake with ice cream 啊之类的，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午餐或晚餐的餐券去兑换啦。加上去到那边，为什么吃 breakfast？ 是因为有 bacon， 因为其他的餐是没有 bacon 的嘛，就好像。然后也没有这样大力，也没有这样多鸡蛋也没有鸡蛋，然后就吃这个 breakfast， 就是如果吃 big breakfast 的话，就可以有2颗蛋啊，然后有 sausages 啦，有 bacon，还有那个什么 hash brown 之类的，然后呢，午餐跟晚餐的 menu 其实都差不多一样，它的 menu 其实是蛮多种选择的，然后你可以有 pasta 啦。有 curry rice 啦，有 noodles 啦，然后有 burgers 啊 ，pizza 啦 ，salad 之类的。然后每个拜二，我们那里每个礼拜2都会有一个 pizza night，然后我们就可以用1个餐券换取比我脸还大的 pizza。对，最开心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有免费的汽水。对，免费的汽水。然后Pearly 他讲他最喜欢喝的就是那个 lemon squash。OK。好啦，话说上一集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网络信号和通信信号的，这样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跟外界联络，尤其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这样子去报平安。朋友就开始跟我们说，其实是有3个方法的。所以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购买当地的 WiFi，可是非常非常贵，它1个 GB 就要30块澳币了。然后第2个方法就是你去隔壁的杂货店啊，然后它有收费，就是每15分钟上网就2块澳币。然后第3个选择呢，就是免费的啦，就是免费的，但是你需要付出一点冒险的精神，因为你需要爬山涉水、飞檐走壁，你才可以收到信号。对，所以这样基于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去打工换宿，就是因为我们要赚取一些经验，还有尽量不要花到我们自己的钱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第3个的那个方法。第一次是不会去到那个悬崖的啦，去到那个山边的啦，然后我们就跟我们一个 housekeeping 的一个 teammate 就跟他说，这样你最近有没有去这个石头那边啊？有的话
你可以叫上我们嘛？然后因为我们不会嘛，然后他就说其实很容易的，就沿着海边去啊。可能我觉得当时他也看我们是刚刚到了，然后就好心啊，也带我们去哦。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讲，下次我们要去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以下。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那个海水的水位，它几时涨潮，几时退潮啊？因为海水如果涨潮的话，就水位很高，它就会盖住那个沙滩，还有我们要爬的那些位置，爬去山上的位置，所以也会危险。然后再加上如果水涨潮的话，就会有鳄鱼出现，然后鲨鱼啊，还有那些水母都会进来，所以就比较危险，所以不建议那时候去的。水位高的时候，对。然后第二呢，我们就是要自己准备一些东西啦，一些器具，就比如说我们要背一个小背包，然后里面要放水啦，水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要带一些干粮啦，然后我最喜欢带的就是风油啦，因为不知道那个山上那边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昆虫啊，对呀，如果一个头痛啊不舒服，全部都可以用。好啦，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已经准备齐全了啦。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擦防晒，因为那个海边，它的那个太阳真的是很热，很刺痛的，就晒到那时候晒到有一点黑啦。等下接下来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我们是晒到怎么褐色法。然后接着我们就要跟你们讲，我们一路上沿着这个沙滩走去这个小山的这个过程啦。然后呢，一路上我们应该是看到我是很多地上有很多那个螃蟹啦，小小的螃蟹一直跑来跑去。然后它还会滚成很多一粒粒那种小球，看起来就像便便。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解释，其实它是那个小螃蟹要挖一个洞，就在那个沙滩里面挖洞，所以他就把沙滚成一粒粒，就从往外丢出来，所以每个洞旁边都会有很多一粒粒的那个小沙球。风景是很漂亮啦，因为都是碧海蓝天，然后有很多山，然后沙滩，其实还蛮遥远的，因为从我们的那个 resort 走到去那个山脚下，其实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啦。半个小时，如果水没有涨潮啊，都 OK 的话，其实很快都走到的。但是重点就是你要爬那个小山哦，从下面爬上去。我们就走着嘞，就一边看风景啊，就一边走啊，聊天之类的。就来到那个靠近那个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听到怎么有好像叮叮叮的声音，就是那种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的电话的那种ringtone，就可能你的 message 声音叮叮叮叮叮，然后就很开心。我那时候是很开心，但我就问我那个朋友露西亚，我讲，是不是有信号了？就已经有信号了，我们可以不要爬上去？因为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个在山脚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山其实是有一点点险峻，就需要爬上去。然后就说，在这里它其实不是说完全很好，如果你上去的话就会更好。然后我们就讲说，这样好了，这样我们就也跟着上去了，就都来到了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爬。其实还是要从山脚下那些岩石，就是一片片踩上去，然后就一边爬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会爬嘛，然后我自己人就比较手脚不协调，然后我们就爬到，我们是用手用脚一起这样爬上去，但是那些平衡力很好的人，他是用脚就直接这样就登上去啊，就很快就跑上去，然后我们上去更开心了。然后你上去了过后呢，我的朋友就想，你们这找个位置啦哈，因为这里整个山头都是我们的了，没有别人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打电话啦。风很大，然后我父母就以为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讲我们在山头上面打电话，然后就一直在讲很危险，会不会很危险啊？是不是很危险？就不要在上面快点下来这样子。那我们讲其实还蛮危险的，因为下面就是海水，下面就是海有岩石，然后我们爬的也是那座岩石，我们称它为小山呐，人家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举动是我们好像一直在拍 selfie 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拿着那个电话一直这样。其实我们不是在selfie，我们是一直在首先，因为我们要 make sure 可以打到电话出去嘛。然后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父母的那个过程，我们是有跟他讲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每一天都上来打电话上登这个岩石跑上来这里跟你们讲电话，因为水有退潮和涨潮的时间也不一定，然后
可能有时候我们工作到很累嘞，然后他就讲，我妈妈是有点担心啦，就讲，要小心咯，因为去到这样，深山中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不用，没有东西好担心啊，因为最主要是衣食住行都有了嘛，所以其他还是 OK 的。其实都 OK 的，就是去那边打工，体验一个生活，这样我觉得蛮不错的。这一支影片来到尾声了，谢谢大家的收看。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们，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支影片，谢谢，拜拜。